注意看，眼前红色拳套的选手就是日本天才拳王朝九玉贵。此人下手是相当的狠毒，经常以摧枯拉朽的重拳打到对手面目全非、血肉模糊，甚至是暴毙当场。迄今为止，他已经在中国拳坛拿下了9战9胜的不败战绩，更是被日本媒体称为中国人的死神。那今天他再一次前来中国踢馆，声称要拿下10连胜。中国功夫都是花拳绣腿，我已经拿下了9连胜。接下来我会继续称霸中国拳坛，将中国废物统统踩在脚下。谁要是能打赢我，我就将这些年在中国的收入全部捐出。那面对如此嚣张的小日本子，我们的中国猛将朱帅霸气应战，林红树10拳打到对手狗血淋头，大快人心。那好的，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那这一场是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那场上白色拳套红方选手就是我们的朱帅，另一边蓝方选手黑色拳套就是日本的朝九玉贵。那我们看到这个朝九玉贵还染了一头小黄毛啊，看起来非常的扎眼，应该是想让方便咱们的朱帅去瞄准。那我们看到现在开场之后，双方打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猛烈，尤其是这个小日本子，他这个进攻欲望非常强烈啊。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朱帅这一场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朝九玉贵在去年的年终盛典对上了王俊玉，那第4回合以跳膝 KO 了王俊玉，但是呢脚部严重受伤，整整的休养了1年，再回到我们李凌峰的擂台。朝九玉贵在中国这个60这个级别当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一个噩梦，是，就是无人能够战胜了他。哎呦我的天哪！上场之后连续3个重拳，我看到朱帅直接是击倒了朝九玉贵。那虽然说刚刚这个朝九玉贵打得非常猛，但是在朱帅面前只需要1拳就可以把这个朝九玉贵直接撂倒。现在比赛继续看一下小日本子明显是怂了很多，但是不知道后续这场不是卫冕战，对，朝九玉贵的卫冕战在3月，是，这只是一场超级战，是。但是呢，这个强度真的是振奋人心。好的，这时候我们看到朱帅连续进攻，连续重拳，现在是完全不给小日本子喘息的机会啊！小日本子甚至连格挡都做不到了，只能是近身的去搂抱朱帅，拉近这个距离，拖延时间。朝九玉贵如果选择步伐的变化的话，就比较难打；如果选择对攻的话，对朱帅比较有利。现在朝九玉贵的这个脑袋还是非常清楚的，是一直在瞄他老爸，他老爸一直下指令。过去他老爸第1回合是不会下指令的，现在呢没办法，被朱帅打倒之后，对，紧张了，不得不下指令。其实朝九玉贵的老爸对朱帅有一个评语，就第1回合就能 KO 了这个日本最厉害的普部公野，他觉得非常了不起啊。李杰。我们的朝九玉贵1年后的这朝九赌，这位就是朝九玉贵的父亲，是他号称在街头200场不败，他是空手道的高手，对，空手道高手。其实他们本来是他们的道馆是小小破破旧旧的，那朝九玉贵在武林风一战成名之后啊，他们现在的这个道馆变成1000平方米的这种很大的道馆，然后学生好几百个人，常常呢这个里面塞不下，要到外面空地去练。惊涛骇浪之中，还有10秒。朝九玉贵撑过了第1回合，但是呢，这个朱帅漂亮的强毒。好，第1回合。好的，现在第1回合比赛已经结束第1回合咱们朱帅是拿下了非常大的优势啊，不仅仅是一次击倒，而且还有连续重拳打到这个小日本子，甚至是有一点懵了。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在稍作休息过后，第2回合咱们的朱帅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那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第2回合。那这回合看一下朱帅会采取什么样的打法。我看到这个小日本子上来之后依旧是频繁的进攻不长记性啊。而且这个小日本子非常的喜欢用腿法，因为这个日本的跆拳道主攻腿法。但是今天他遇到了咱们的河南腿王朱帅，那在朱帅面前，所有的腿法基本上都可以算得上是花拳绣腿了。好的，我看到朱帅又是一记重拳，
小日本子现在被吃到的拳头非常多呀。对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就从这个朱帅所带的辽宁创新来讲，我也有跟他的教练张涛聊过。之前的话，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怎么样防？现在不是这样，他们会针对这个对阵的对手做研究，然后做出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作战计划。其实张涛啊，他对于朝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为什么过去中方选手打不赢这个朝九玉贵，就是因为朝九玉贵节奏很快，会把中方选手带乱。再来呢，朝九脚步快，这个中方要控制距离做连续击打都很难。那另外呢，这个朝九的腿法的击中效果比较好，所以会引起裁判的青睐。那以上呢，这几点都已经被朱帅给破解了。对，因为他们团队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研究。是。来，那当然了，这个朝九。那我们看到现在朱帅的打法，这个节奏掌握得非常好啊。这个朝九玉贵只要是去护住自己的狗脑袋，那么朱帅马上就是一个顶膝，去打这个小日本子腹部的位置。确实，这个打法的思路非常的清晰啊。其实呢，他们要去练气，除了在山上打坐之外呢，他们回家要在浴缸里面潜水闭气，然后还要做这个强烈的冲刺跑。来练他无氧的能力，所以现在能够顶住这个朱帅的攻击。再来，朱帅现在仍然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然后注意啊，我们的朝九玉贵会左右换架，而且呢，他们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阳刚刚用这个3日月簇 KO 了日本选手，所以他们这个家族也是会这个秘密的绝招了，点穴的绝招，用这个脚趾头那一块来点你。对。刚刚王鹏飞没用出来，王鹏飞一直想学这一招3日月簇。那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朝九玉贵的搂抱次数明显增多了啊，完全不和朱帅去拼拳了。只要是双方开始换拳之后，马上就去搂抱。因为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小日本子没有抱上啊，朱帅连续重拳啊，像在这个打鼓一样去敲这个朝九玉贵的脑袋，我看的可以说是非常解气了。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上的感觉。原先去年11月 K1 有找他去比赛，那他老爸是担心我们年终盛典会影响到这个，万一受伤会影响。好的，现在第2回合比赛已经结束，那这回合双方其实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啊，因为这个小日本子打法非常恶心，一直在去搂抱咱们的朱帅。那让我们期待一下第3回合，咱们的朱帅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本场比赛的第3个回合，也就是本场比赛的最终局了。那这场比赛对于双方选手来说，可以说是都是非常重要啊。而且我们看到小日本子他在每一回合的开场打的都非常的猛，像一条疯狗一样啊。那看到现在这个小日本子进攻可以说非常猛啊，连续去砸拳。哎呦，咱们朱帅被击倒了，连续重拳之下，朱帅是倒了，但是并不是重击啊，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比赛继续。现在这个朝九玉贵大爆发了，朱帅小心，千万守住这一回合。哦，又一个跳膝。哇！那我们明显可以看得到，这个朝九玉贵在最后一个回合是拼尽了全力啊，因为前2个回合他是处在一个劣势，完全被朱帅压着打啊。这回合小日本子拼尽全力，看一下朱帅该去如何应对。是朝九抢到你的背后了，再来哦，接腿，好，又抢背了，你看。但是裁判还是会这个提示朱帅啊，不要把背给对手。对的。好，这就是有经验的运动员的意思，他会利用技巧啊，而且让裁判让裁判去提醒。哦，哇！原地的跳膝。哇，果然这个超级的无氧训练啊，对于朝九玉贵的第3回合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这个朝九家族啊，他们在整个
整个战斗的意识啊，他相当的强调，在日本的原话就是训练瞬间的一个认识跟闪念，就是一个闪电之间的一个念头。我们老爸的一个家传的一个心法，相当的这个深奥。哇，今天朝九玉桂的老爸也是比较辛苦。好的，我们看到朱帅连续助拳。双方开始拼拳，但是小日本子明显快要招架不住了。这个时候朱帅处在上风，小日本子又开始他的搂抱战术。明显这个时候小日本子已经不行了，应该是撑不了多久了。看一下朱帅下一步能否乘胜追击。至于朝九玉桂的这个日本站就是3月28号。另外呢，有一条70公斤级的这个腰带穆瑟夫呢，因为是去年5月产生的，所以规定1年之内要打卫冕战，所以会安排在今年6月之前会打掉。这也是之前观众在问的，特别跟观众说明一下。好，回到场上来，来了，说一下，还有10秒。对，朝九的拳法比较粗，但是呢，他拳里面夹着膝法，不好对付。好的，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那双方在第3回合打的是空前的激烈啊。那双方现在没有产生 KO， 让我们期待一下最终裁判的判决结果。那最终朱帅是以点数的优势赢得了朝九玉桂。那最后让我们恭喜朱帅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中国勇士凌空一脚险些踢死日本冠军，经此一战，日本官方彻底被激怒。日本发言人更是在媒体面前公然表态，说出了自己的复仇计划。这一次，我派了一大批出色的日本悍将去中国踢馆，其中还包括我的小儿子。我已经下达了死命令，能打死中国拳手就绝不打废，尽可能的往死里打。然而，日本官方的嚣张态度也激起了中国勇士们的满腔热血。一提日本我就来劲儿，我也想获取日本，好好的打一场，使劲的教训他们一下。生在和平年代，我们应当牢记历史，勿忘我。在擂台上，你不仅代表自己，更是代表中国。好，观众朋友们，第一个来中国踢馆的便是日本武士三木龙一。此人可谓是嚣张至极，带着一把日本武士刀来中国耀武扬威，嚣张踢馆。不料中国小伙完全不惧，还当众霸气回怼，丝毫没有给这个日本选手一丝一毫的面子。好，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中国小伙冯天浩，人送外号毒蛇啊，他的 KO 率相当之高了。而这场比赛他的对手就是黑色裤衩的日本选手日本武士三木龙一。此人猖獗至极，带着一把日本武士刀啊来中国踢馆啊，并且表示如果打不赢啊，就当场剖腹自尽。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尽情期待。2条金腰带可见其实力啊！一个是 Shodo， 一个是 Pancras 的金腰带。冯天浩今天的发型很炫啊！是的。在后台休息区的时候，我也在问他，我说今天准备怎么样？他说状态非常的好，一直比较自信啊。对，就等这场比赛。是的，冯天浩其实今年以来表现也都非常好啊。他在玲珑队中外对抗赛连续3次战胜了国外的高手，其中也缔造了这个玲珑队的最快的记录嘛，10秒降服了蒙古国高手詹奇格宁布。对，然后在这场比赛之前，山崎格宁布也发视频说，你先打完了三木龙一之后，我们2个人必有一战。要2番战吗？漂亮，这一拳打到。对，冯天浩今天的拳还是非常凌厉的，因为目前他现在是9连胜的状态啊，但是要小心对手的拳。已经10连胜了。对，三木龙一的移动还是做的比较好啊，而且移动端能够拉的会比较开一些，是的，这样冯天浩有点逮不到他的意思。而且一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他会有这样的突然袭击，他在突然袭击的时候，这种突然启动给的不错。三木龙一已经39岁了。没错。老将，完了，走了，漂亮。哎呦，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开局还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冯天浩一个霸气的飞膝干碎了这个小日本子的天灵盖，非常的给力。好，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因为接下来越打越精彩，越打越给力。好，观众朋友们，第二个出来抗日的便是中方选手中华虎杨建平。在我们中国，要说哪个拳击手打日本人最多，我相信如果杨建平说自己是第2，绝对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1。
没有错，杨建平打过的小日本子实在是太多了。不说100，有80了，而且每一场比赛都是劲爆 KO， 基本上能打废我们是不留情的啊！有的掰断胳膊，有的掰断脑袋，有的打穿肋骨。总而言之啊，都让他们有来无回。好，来看一下本场比赛来挑战杨建平的对手，就是这个像个跳马猴子一样的家伙啊，上山之小。没有错，日本的空手道冠军实力非常的强劲。而且赛前也是极度嚣张，完全没有把杨建平放在眼里。杨建平，你给我听好了，7号脖子准备好受死，我要把你从中华虎打成东亚病猫。好，这个上山之小的确是非常的猖獗。当然，观众朋友们，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奏起国歌，奏起抗日的号角。好，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本场比赛杨建平是带伤出战，我们就废话少说，来看一下上位的是杨建平，下位的便是小日本子上山之小。在上属于上位，想要去过腿完全过腿，侧面压制。看看杨建平如何扩大自己的战果。上山之小处于下位，这个时候上山之小有3个逃离的方法，要不就是站出，要不然就是杨建平又想用手臂十字固了想，你看没有？这个时候呢，杨建平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把位，起来了，起来了！哇，这个小断头，有希望，有了，还是没有希望。这个时候看到顺势滚翻过来，上山之小啊，他的这个缠斗的能力还是非常强。但这个时候，只要是杨建平能够把腿挂得再高一点，有没有？看能不能翻过去。如果说是翻过去，可能就要睡着了。比赛结束了。好，观众朋友们，第一场比赛，杨建平已经是无视裁判的劝阻，别拦我，今天我就是要掰断他的脑袋。非常精彩，非常的解气啊！好，杨建平顺利的拿下了对手，但是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比赛越打越精彩。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看一下，首先登场的选手便是日本武士空手道大赛冠军立石玉山。好，这个家伙大摇大摆的带着4个美女，带着4个长腿美女来我们中国踢馆，此番情形呢彻底惹怒了中方选手严希波。严希波个子不高，长得也不壮，但是他的重拳能够打出456公斤。曾在一场节目当中和德国大力士比拼全力，德国大力士拼尽全力才打出337公斤，而严希波竟直接打出恐怖的456公斤。这一幕把美女主持人朱丹都给看呆了，更是不由自主地卷起了舌头。好，观众朋友们，这一场比赛千万不要眨眼。好，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严希波仅用时6秒钟，我的天哪！6秒钟，观众朋友们非常的短，可能什么事都干不了，但是对于严希波来讲 ，KO 一个日本人足矣。好，我们看日本选手，这一拳直接打掉了对方5颗牙齿，据说赛后还缝了这个30多针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精彩回放，对方呢是直接飞了过来，后手迎击。没有错，就是这一拳让这个立石玉山呢当场跪地不起。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对方的脸直接被打到变形啊，这个下巴肯定是断掉了。好，观众朋友们，下一个来中国踢馆的家伙，没有错，就是眼前这个家伙啊，穿着豹纹三角裤的粉毛啊，他就是变态中的变态，日本选手马萨。我们注意看这个马萨对着台下的中国观众大喊大叫，这个家伙的确是很嚣张。这场比赛迎着他的便是中国小将穿山豹张伟轩。好，我们看两名选手的眼神当中啊，就充满了杀气啊！让我们来看一下张伟轩如何收拾这个粉毛马萨。马萨是迫不及待冲向前去，这两腿漂亮啊！直接一个张伟轩直接一个跳起来的高扫，对。
这个头能不能拿住？隔着一条胳膊还，马萨这个地面不弱，对，转换很快。张雨轩要先控制，这往前推的这个劲儿不错啊！张雨轩也很不错啊，两人地面翻转。马萨这个地面变化也很快，对，很快。我们看他的腿，漂亮，能拿到十字弓，能不能拿出这个十字弓，把这个胳膊掰出来？对，先做锤击，先扰乱他。好，蹬开。张伟轩有着跟日本选手作战的经验，曾经有一位日本柔术系的选手，我记得穿长裤作战柔韧性特别的好。对，那是在日本空手节东京站的比赛。对。好，张伟轩的地面翻转很快啊。对，要先控制一下。这个马萨的韧性很好，对，非常好。连续的攻击，对。差一点，左腿没有动了，再砸击，推击，连续推击。张伟轩。好，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精不精彩，好不好看？我们看这个日本选手马萨，像一条死狗一样躺在了地上，非常的解气啊！蹿山豹，不愧是蹿山豹。咱们恭喜张伟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能多打一拳啊，我们就多打一拳啊，绝不留情。而且这每一拳我们看打得很实在啊，都是奔着打死对方去的。但是这是擂台啊，我们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出人命啊，因为日本人的血很脏啊，沾到擂台上也是很不吉利。他是连死神方便都不敢惹的拳坛王者，曾经2拳就击倒了中国拳王妖刀魏睿。他的高扫腿精准狠辣，被他踢中就会得到婴儿一般的睡眠。神鬼莫测的飞膝，再加上突破常理的重拳，让所有对手只要遇到他都会惨败于他脚下。他们不敢直呼他的名字，只叫他是日本拳坛的不败王者步步宏松。在1989年，步步宏松和他弟弟步步公野出生于日本东京。他从3岁起便开始练习空手道，这一练便是足足14年。在17岁时，他斩获了全国空手道大赛冠军，07年便正式进入到职业联赛当中。首场比赛的表现十分惊人，仅仅用了1回合 KO 了老将西山洋介，至此开始了他的不败生涯。光是从08年到10年，他便斩获了8连胜的不败战绩，任何对手只要遇到他，都会在1回合之内被他光速 KO。然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把中国选手打得满脸是血，仍然不肯善罢甘休，赛后更是当众大放厥词，最好不要让我在日本看到中国杂碎，我发誓我见到一个必须打残一个。然而这一次他却惹到了不该惹的人。中国散打冠军郑云峰看到了这名嚣张的小日本，决定赴日对决。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日对决，我们的中国散打冠军郑云峰大战日本不败王者步步宏松。你可以看到这个长得像这个老太太一样的日本选手啊，就是日本的不败拳王。而这位长相十分俊朗的中国小伙，则是我们的中国散打冠军郑云峰。那么这一场比赛究竟是鹿死谁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1回合马上开始。好的，第1回合比赛，红方选手就是我们的中国铁臂侠散打冠军郑云峰，而蓝方选手则是日本的不败王者步步宏松。可以看到啊，双方直接进入了一个试探环节。这个在赛前呢，相信你也听见了这个小日本子步步宏松的嚣张言论啊，说要见一个中国人打残一个中国人，真的是猖狂至极。我们的郑云峰也是表示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小日本子，让他知道自己的不败神话就是个笑话。那么双方都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啊。我们的郑云峰除了这个腿部攻击啊，他这个臂展也长，打拳也狠，所以人送外号铁臂侠。さらにね磨きがかかってるという気もねするんですよね。今回の試合に向けて走り込みだけの合宿や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部分ではかなりまたトレーニング。哎呦，可以看到啊，我们的郑云峰还是倾向于这种高位的侧踹啊，喜欢踢击这个步步宏松这个肋部。
这是我们郑军锋的一个标志性的战术。他非常喜欢攻打这个敌人的左右两侧啊，不像一般的选手喜欢打中。それがベースというのがチェンジ。佐伯さんどんな風に出だし見えますか？いやジュンフェン選手の動きがめちゃめちゃ速いですね。はい。可以看到这个步步红松的节奏非常的慢啊，面对我们的郑军锋，他也是没有被打乱节奏，还是保持着这个稳速的进攻方式。不过在我看来，还是有些慢了。ああいう蹴りから踏み込んで思いっきりパンチ振ってくるんですよね。いや、ヒリマキさん、これまた怖いファイター来ましたね。いやもうね、中国フィジカルやばいっすね。やばい。もう全体的にフィジカルが本当にもうすごい。さっき打ち合いというか腕と腕の絡まし合いで卜部選手がガクンとこうぶれたんですけど。我的军锋也是一名老将了，面对这个步步红松呢，也是且战且退，还是想找一些机会啊。右はい大砲、そして速射砲と前中砲、ヒロコール。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步步红松打的还是很舒服的啊，这个双方节奏打的都很慢啊，没有那种特别快的。ここからまたさらにってことですよね。まだ荒削りなところは見え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れが本当にテクニック完璧だったらちょっと怖いな本当に。他の競技同様、本腰を入れれば何でも強い。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这个第一回合啊，双方还是再摸一下对手这个套路，打得很稳。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能不能会有一个激烈的对拼。クラッシュの戦い。さあ第2ラウンド、青いグローブ日本の大将廣高にパンチで。哎呦，这一记重白打得很厉害呀！不过步步红松也是站起来很快。这个日韩的选手啊，别的能力不说，抗击打能力都很强啊，確實是抗揍。結構だ全部こうフルパワーで打ってるん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はまだあんまり上手く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ね。そこちょっとどうバランス。好的，双方这个进攻欲望啊，也是肉眼可见的增强了。都知道这个第二回合也是到了一个发力的时候。从这个身形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的郑军锋这个腿部臂展优势都很强，体能池也很深。不知道步步红松面对我们的郑军锋啊，有没有什么应对措施？でもプレッシャーをかけてきているようですね、卜部。これ膝の内側、連打で放ってくる。ここも突破口はローですね。掛け蹴りの。よく見ている。なんか強いて言うならちょっと中国選手ローキックに弱いのかなっていう感じはするんですけどね。少し膝ガクッと動きますね。いやでもその分合わせるのもうまいんでね、あんまり一様には言えないですけど。军锋也是实时的调整了一下自己这个策略啊，开始打这个后手的腿拳组合和拳拳组合，可以看到打的还是很不错的。步步红松有些难受了啊，自己这个进攻一直被我们的军锋截停。これをこの大一番。そうですね、足への膝蹴りとかあんまり出してない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ね。大事な再起戦です。第2代 K1 ワールドグランプリスーパーフェザー級チャンピオンでもある卜部弘隆、28歳になりました。そこにローキック、ジェジュンフェン、ローを返します卜部。いいですね、このラウンドロー入ってくれますね。とにかくローですよ。我们的军锋还是想发挥一下自己这个身长的优势的啊，不太想跟这个步步红松打这个近身，保持一定距離，找機會再打。リカバリーに努めた方がいいですか？危なかったですね今。しっかりブロックして。集中して。集中。よく見ています。やっぱこの右のパンチ伸びてきますからね。今その右アッパー。フェイント大きく見せてのチェンジュンフェンです。目前来看的话，步步红松这个状态啊还不错啊，我们的军锋是有一些过于专注了，还是要放松下来，这个架该松就松。軸をつけという卜部、あと10秒を切りました。ロー当てて、少しでもいいから出る。ストレートからパンチから来ましたね。ここももつれる。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比赛正式结束啊。这个第二回合双方打的还是
异常的稳定啊，依旧是打得很稳。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这个双方选手能不能发一发力。浦部君の弟がついてるんで、しっかり的確なことはしてると思いますよ。いつもその分析するのは高野選手。賢いので。いいです、今のでどんどん上がるんですよ。熱くなりすぎず。そうそうそう。しっかりブロック固めて、打ってきたところを狙って。固めてますね。その後で。リードジャブは左。ローに集中。步步红松也是有一些着急了，开始这个直来直去的这个近身的这种缠斗啊，还是想打一打的。ちょっと足上がりましたね。あとはその右のね、まっすぐ思いっきり振ってくるストレートですよね、ジュンフェンは。多分あれにかけ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よ、この後は。攻撃、古高選手がロー蹴った後の右のパンチを多分狙うと思うんで。これローが空振り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ら、軽くジャブつけばいいんですよ。そうするとまたロー当たりやすくなる。これ相互効果。其实双方在第3回合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啊，我也是非常的服气啊，体能都确实很不错呀。您看我们的郑军锋啊，这个反应依旧是很灵活，还是想打一下后手。古高選手のやはり浦部の攻撃。そうですね。どんどん攻めて。哎呦，这一下左中摆，这是给这个步步红松甩出去了呀。我们军锋这个力量还是大。浦部弘隆、ちょっと時計も見ました。ラブもノーキャロ。これ小比巻さん、圧力自体はかけてるんですか、浦部は。嫌がってますよ、完全に。完全に嫌がってるんで。サウスポースタイル。左の範囲。出させていけるか、自分から軽くパンチ振ってから出すか、ローですね。中村さん、あと1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ちょっと手数が欲しいですね。少し止まってますか、浦部も。那么步步红松也是将我们的郑军锋啊数次逼到蓝边和蓝角，不然的话在打中的话太吃亏了。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40秒左右。クラッシュの対象です。浦部弘隆飛び膝。ロープに追い込んでの攻撃。ここから空手土台、上段の蹴りもあります。浦部。左ミドルはジェン・ジュンフェイ。そこに右。哎呦，对手的追击，但是没问题。我们的军锋啊，防守做得非常的好。ボムに持ち込めるかどうか。バメイザ。日本の対象にかかっています。明らかに嫌がるジェン・ジュンフェイ。浦部のパンチ、右ストレート。漂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3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ジャッジ永瀬30対29。赤ジェン。赤。ジェン・ジュンフェイ1ポイント差。ジャッジ友武。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军锋还是很开心的。虽说是没有 KO 掉对手，但是就是靠有效打击这个点数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毕竟对手也是这个拳坛的日本拳坛的不败王者嘛。好的，让我们恭喜我们的军锋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